嗨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mini，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，跟着我的真实生活学中文。那前几期视频呢，我旅行了很多个地方，带着你们一块儿学了很多跟旅行相关的中文。怎么样？你们看的开不开心？那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些干货。干货就是很实用的一些方法，关于如何提升你们的口语水平的。因为之前我在 YouTube 里呢发了一个 post， 一个帖子，询问大家，如果我将来开通会员频道的话，你们更想学习，更想看哪些内容？然后呢，你们很多人都有参与投票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我看到你们大多数人呢，都还是对提升口语水平、提升听力有很大的一个需求的。所以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会跟你们分享2个非常实用的提升中文口语能力的方法。同时，在节目的最后，我也会告诉你们，我即将要开通会员频道。那么在会员频道里呢，我会去更新分享哪些内容？那你们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首先，我先来分享第一个提升口语的方法，就是你们在学习到一个新的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只去记这一个词，而是要记住这个词在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景里的不同的表达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个词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，你要用联想的方式把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一起记住，而不是只简单的记一个词。很多人在学中文的时候，会习惯的把一个中文词跟一个英文词放在一起记。比如说赶，赶这个字，可能我们用翻译的方式，我们会记它是 rush， 赶 rush。但是如果你这样记的话，你并不会真正的去使用赶这个字，因为中文和英文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。你不能简单的把赶这个字等同于是 rush 这个词，这样去记，你仍然不会使用它。那我们要怎么记呢？比如说在生活里，我给你们举一些例子。当我快要迟到了，我可能会说赶时间，赶时间。当我要急着去坐公交车，我可能会说赶公交车，赶公交车。当我有很多作业去完成，我会说赶作业，赶作业。所以说，当你要记住赶这个字的时候，你要同时把它在不同场景下的这些表达方式，比如说赶时间、赶公交车、赶作业等等这些很常用的词汇，一起把它们记住。所以当我们每学会一个新的词，我们的重点不应该放在这个数量上，比如说我今天又背了多少多少个单词，而是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去使用它，我在生活里是不是真的会说了，当别人用这个词的时候，我是不是真的能听懂。我觉得这个要比数量更重要。所以这就是我介绍的第一个方法。当你学到了一个新词的时候呢，尽量的去记住跟这个词有关的不同场景下的其他的表达方式，你一起去记，这样呢会更有助于你在生活里知道如何使用它。OK， 我们接下来介绍第2个方法，模仿完整的自然的句子。那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呢，口语无法提高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不会把自己学到的这些词变成一个句子。那很多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，可能就会练习去造句。但是如果你自己去造句的话，很多时候呢，你无法确定你说的这个句子对不对，正不正确。比如说刚才的例子，赶公交车，如果我们加一个主语我，加一个人，我赶公交车，这句话看起来没有问题，但是
在生活里我们并不会这样讲，因为你放在那个语境下，放在某一个生活的场景里，我们不会这样去说话。我可能会说，我要去赶公交车了，因为可能当下我很着急的要出门去坐车，对吗？那我就会说，我要去赶公交车了。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、很完整的句子。那你可能会问，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句子里加一个要和去，然后结尾还多了一个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很多人会很崩溃。如果你们有很系统的上过一些中文课，或者你要参加一些考试，那可能你会学习很多的语法它会告诉你我要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，然后了这个字要怎么使用，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语法规则，你会觉得学得很崩溃，也很难记。即便你记下来了，你放在生活里，你依然很难快速的反应，很难直接去脱口而出的说话。想想看，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，我们自己讲话的时候 native speaker， 我们是不会去想语法规则的，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有什么语法规则。这个完全是生活里的一种感觉，它自然而然的就说出来了。所以说呢，我的这个第二个方法就是，你可以不需要去记忆那些很复杂的语法规则，你只需要去拿出一个正确的、完整的、自然的句子，然后去模仿它。比如刚才我说的，我要去赶公交车了，这句话就非常的自然，也很生活化。你可以先暂时不去想这里面有什么语法规则，你就先去模仿它，然后呢去替换其中的某一个部分。比如说，我要去赶公交车了，我要去赶飞机了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去替换主语我，你可以改成他要去赶公交车了，他要去赶飞机了。那用这样的一种方法，当你熟悉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自然的把这句话用在你自己的生活里。比如某一天你真的要赶公交车，你就可以很自然的说出来这句话，我要去赶公交车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不是去自己凭空的造一个句子，而是我们先看到一个完整的、正确的、生活化的句子，先去模仿它。这样的练习呢，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它可以帮助你完整的记住一个自然的中文表达。那这样的完整的自然的句子，我们可以去哪里找呢？很简单啊，比如说你们有看我的视频，我的每一期节目里面都是非常真实的自然的中文。那么你在看的同时呢，你就可以从中去挑选一些你觉得你很想要练习的，或者你不会的一些句子，你把它写下来，然后去模仿，去替换，最后让它变成你自己的语言。当你去练习一个句子的时候，你不确定它对不对，你可以在评论区问我，或者呢，你也可以去问，比如 ChatGPT 啊这样的 AI 的工具，你就问他这句话，在中文里，在口语里是很自然的吗？就是你可以这样去问他。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很多 AI 工具的反馈也是比较正确的，它不会直接的去给你翻译，它会告诉你，你这句话在某个生活场景里是不是这个真正的本地人会说的话。OK， 怎么样？这两个方法呢，你们有学会吗？如果还有哪里不清楚、不明白的，你可以留言问我，我会跟你们进一步的去解释。我觉得这两个方法呢，对提升你们的口语水平、生活口语水平还是很有帮助的。那同时呢，我还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消息，就是我决定开通会员频道了。哇，会员频道。那在会员频道里呢，我会继续跟你们分享我的真实的生活。
那每一期节目呢，我还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主题，那么讲的也会更清晰，更有逻辑性。目的呢，就是帮你们学会这些词、这些表达在生活里如何使用它们，让你们真正的能够去说出来。那如果你成为我的会员呢，将来我们也有机会在线上一起用中文沟通交流。总之就是我希望会员频道可以让大家呢，不仅能练习听，更能够提升你们的说。那节目最后呢，我还想补充一句，就是我觉得学到一个新的单词的最后一步，一定不是把这个词放进单词本里或者脑子里，而是要把它放进我们的生活里。好的，感谢你们观看我今天的这期节目。如果你也很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你们点赞收藏我的视频哦。如果你希望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口语能力，欢迎你们订阅我的会员频道。OK， 我是 Mini， 跟着我的真实生活学中文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拜拜。